現在皇馬方面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關於維尼修斯的續約。今天最新的消息，老佛爺倒是希望能夠把他留下，和他續約，而且誠意很足。老佛爺就是皇馬內部推動續約他的人之一。好，數據方面，瓜迪奧拉在曼城的轉會支出已經超過了20億歐元，同期排名第2多的是馬競主帥西蒙尼，12.2億歐元。哈哈，這個差距就不是一般的大。在最近英雄聯盟 LCK 的季前赛，在中路队和下路队的比赛中，中路队笑到了最後。比賽結束後，使用沙皇的 DRX 中单 Ukel 興奮異常，直接做出了 C 羅招牌的慶祝動作。過去貝克漢姆夫婦對兒子布魯克林那麼好，但現在長子布魯克林卻向小貝夫婦發出了公函，發出了法律通知，警告他倆现在只能通過律師和自己聯繫。這真是瘋了！就在母親維多利亞點讚了布魯克林分享的一段烤雞視頻以後，布魯克林便將父母屏蔽了。朋友們，今天的德甲聯賽，多特蒙德客场3-3戰平法蘭克福，比賽到最後階段非常精彩。還有足總杯的第3輪，諾丁漢森林客場3-3戰平雷克瑟姆，最後點球4-3惜敗。咱們老 K 足球新聞每天是茶餘飯後的消遣，如果喜歡的話，希望您动动小手指點讚一下或者評論一下，非常感謝。周六晚上北京時間7點，老 K 也將直播，這是第一場直播，歡迎大家捧場。老 K 將解答大家提出的各種各樣的問題，謝謝。多特這場球上半場拜尔就10分鐘率先破門，不過很快吉拉西送點球，對面的烏尊主罰命中。下半場68分鐘，多特蒙德再次由恩梅加破门2-1，可3分鐘後，法蘭克福的埃布努塔里布很快就通過单刀扳平比分。到了補時第92分鐘，先是多特蒙德的舊將法蘭克福球員達胡德破門，3-2，本來滿以為是絕殺。沒想到讀秒階段95分鐘，球庫埃梅卡破門反絕平。這場劇情真是跌宕起伏啊，真刺激！互捅局就是看誰先倒下。多特蒙德本賽季一直被絕平，終於也絕平了對方一次。可惜對法蘭克福的球迷來說呀，就非常苦澀，運氣好像從來就不在法蘭克福這邊，總有遺憾，總有錯過，總有功虧一簣的感覺。而且今天比賽的節奏啊很奇怪，你不進球，我也不進球，誰領先誰就挨打。今天多特蒙德的機會一大把，可惜傳中太差，直接就往對方門將手裡送。所以未來多特蒙德必須要引進有創造力的邊路，感覺他們現在不管跟誰打都是互捅局，兩個邊翼位啊直接起高空球訓練對方門將，而斯文松又用低平球訓練對方门将，再加上自己後防線真跟纸糊的一樣，哈哈，聚勒的那個大屁股哪來速度回追啊？所以每次多特蒙德的比賽，你永遠不知道在什麼時間、什麼時候捅別人一刀，或者什麼時候突然捅自己一刀。看他的比賽，老 K 比較累，從開始到結束要保持高度的關注，一不小心就捅一刀，還不知道被進球的是哪一邊。而今天諾丁漢森林這一場3-3，嘿，首發發揮差的呀，前場中場都是總監埃杜在這個夏窗買過來的，最後換回老人才在下半場扳平。所以阿森納這個過去的總監埃杜到底什麼實力？而值得一提的是，今天點球獲勝的雷克瑟姆隊，他的大股東是飾演死侍的好萊塢演員瑞恩·雷諾茲。他和羅伯·邁克爾·亨尼亞是在2021年2月從球迷信託基金手中收購了這個俱樂部，現在兩人仍然為主要的控股股東。所以今天獲勝以後，雷克瑟姆門將真是大心臟，贏了球還這麼淡定。這個門將是過去阿森納青訓，模型大，反應也快。不愧是死侍的員工，有股子氣質。最近這段時間，隨着曼聯主帥阿莫林的辭職，媒體和曼聯的消息人士進行了深入交談，也得到了一些內幕消息。首先，在上周五，阿莫林和總監维爾考克斯之間因為戰術和轉會問題爆發了非常激烈的衝突，而小老板拉特克里夫爵士希望阿莫林從3後衛的陣型改為4後衛陣型。總監維爾考克斯當然是馬屁精，持相同觀點。而拉特克里夫甚至直接建議就讓姆波莫去踢邊後衛。另外一方面，大股東格雷澤家族早在半年前的8月份就對曼聯現在的成績表示非常不滿，換句話說，對阿莫林非常不滿。還有前曼聯的 CEO 大衛吉爾在一次足球的董事会會議上質疑阿莫林將部分球員歸為一個炸彈小分隊，這麼做是否明智？還有就是阿莫林和曼聯的引援總監維爾之間在轉會政策上也存在巨大的摩擦。幾周以前，阿莫林在訓練場上還跟球員利桑德羅·馬丁內斯發生了衝突。所以今天在阿莫林下課了一段時間之後，咱們把整個事情再梳理一下。首先阐明觀點，老 K 個人是非常喜歡阿莫林的，
但是客觀講，從戰績的角度出發，阿莫林下課也確實沒什麼好說的，因為的確他是曼聯6位主帥當中戰績最差，而且也是英超 Big 6當中戰績最差的啊。當然除了現在弗蘭克之外。OK， 阿莫林在被曼聯 CEO 貝拉達還有足球總監維爾考克斯一起通知他被曼聯俱樂部解雇後不久，阿莫林就在卡靈頓訓練基地收拾好自己的東西，打包好所有的行李，簡單道了別之後就匆匆離開了曼聯的大樓。而他的助理教練們也開始收拾行李。這時候有一些球員也到了，球員們就問助理教練們：“你们要去哪兒啊？”教練們直接說：“回家。”於是在老特拉福德球場動盪的72個小時當中，最離奇的時刻之一就是阿莫林在執教僅僅14個月之後就被解雇，並且由曼聯的前中場球員弗萊徹暫時接管球隊。阿莫林和他的助手們將獲得約1000萬英鎊的補償金。儘管阿莫林的離開早在各個階段就已經埋下了伏筆，但最終在上周五和維爾考克斯的一次面談雙方的激烈交鋒之中，阿莫林的根基徹底崩塌了。曼聯的內部人士認為阿莫林是導火索。當討論轉向了戰術和轉會方面的時候，阿莫林突然就爆發了。他近幾周來就一直感覺有人在蠶食自己的地盤。據消息人士透露，最終的結果就是兩人之間爆發了巨大的衝突。在這一次卡靈頓訓練基地兩人的面對面會談當中，維爾考克斯向阿莫林直接指出，球員們難以信任他的3-4-2-1陣型，並且對阿莫林的戰術理念感到很困惑。而阿莫林最近在訓練中會安排球隊使用4後衛陣型，可在比賽裡卻會使用3後衛。球員們也從阿莫林的選人和公開的言論中感受到主教練對球員們的不信任。而阿莫林當時回應說，球員需要更換。維爾考克斯則表示，他希望逐步去解決問題，慢慢調整陣容，但是會繼續信任阿莫林。阿莫林則回應道，自己想離開曼聯俱樂部，並且會聯繫他的經紀人。這件事的影響於是就這麼發生了，如此巨大，以至於原定於在事後要舉行的阿莫林和隊員之間的會議也被取消了。諷刺的是，經常觀看曼聯訓練的維爾考克斯曾經被視為阿莫林在曼聯的重要盟友之一，他們幾乎每天都會交流，會討論關於陣型等等問題。眾所周知，維爾考克斯喜歡的是曼城賴以成功的那種4-3-3陣型，儘管直到最近他也沒有直接向阿莫林提出過關於用4-3-3陣型的建議。然而小老板拉特克利夫已經明確表示希望曼聯改打4後衛，所以總監維爾考克斯也就沒辦法呀，也必須加大力度嘗試要說服阿莫林，必須展現更大的靈活性，否則你我都得走啊。那麼曼聯內部的人士就透露，戰術的演變一直是計劃的一部分。阿莫林從一開始就告訴過俱樂部的高層，他希望先採用3後衛陣型，等到球員們更好地理解他的戰術理念的時候，再在這個基礎上增加一些戰術的變化也就有時候可以用4後衛。但是小老板拉特克利夫很顯然對曼聯对球隊有自己的看法，事情就開始變得微妙，因為老板跟主教練的意見已經產生了分歧。如何處理小老板拉特克利夫的意見是總監維爾考克斯的主要任務之一。拉特克利夫會依賴維爾考克斯的足球知識，但也會表達自己的想法，畢竟這是個強勢的人。所以在與狼隊1-1戰平的比賽中，拉特克利夫對曼聯在上半場結束前丟球的方式非常不滿。賽季初，拉特克利夫還建議過讓姆波莫去擔任邊翼位，而對小老板的意見，阿莫林也做出過一定程度的調整。像12月15日對陣伯恩茅斯的比賽裡面，他就讓曼聯採用了4-4-2的陣型。對陣紐卡的比賽裡則採用了清晰的4-2-3-1陣型。在與塞門約的對話中，阿莫林告訴這位伯恩茅斯的前鋒，將在自己的4-3-3陣型中擔任左邊鋒。但是當阿莫林在對陣狼隊重新啟用了3-4-2-1的陣型的時候，中場休息時換下了他為數不多的資深前鋒之一齊爾克澤，這就讓曼聯的高層感到非常擔憂了。比賽結束後的90分鐘以後，曼聯的高級領導團隊包括貝拉達和維爾考克斯被目擊到離開老特拉福德球場，這表明他們與阿莫林進行了長時間的對話，否則沒有必要等那麼久，對吧？而另一方面，引援問題是阿莫林面臨的另一個緊張局勢，並且阿莫林最終爆發了。問題開始於去年夏天，但最近的一次阿莫林的不滿來自於俱樂部沒有能夠盡全力簽下塞門約，而如今塞門約即將加入曼城。其實曼聯本可以支付伯恩茅斯6500萬英鎊的解約金，然後推進和塞門約的談判，但是曼聯認為自己的吸引力不足，比如說跟曼城相比曼城是更有希望奪取英超冠軍的球隊，所以追逐塞門約失敗也是一個巨大的後遺症。夏天的時候，塞門約甚至曾經在倫敦和阿莫林和維爾考克斯共進晚餐，表示自己的誠意。那曼聯俱樂部轉而將目標瞄向了姆波莫，
因為他們認為伯恩茅斯當時7000萬英鎊的要價過高了，姆波默的預計轉會費最多只到5500萬英鎊，但最終布倫特福德將費用推高到了6500萬英鎊，再加上了600萬英鎊的附加條款。塞门約所以对自己被拒絕，而且曼联選擇了一位最終估值跟自己差不多的球員感到非常失望。因此，現在的塞門約似乎並不想要再次回應曼聯的邀請。然而，事情到了這裡，阿莫林卻被告知，原本為塞门約準備的資金不會用到其他的東窗引援上面，重大引援必須要等到夏天。在上周五在新聞發布會上，阿莫林被記者問到預算是否改變的時候，阿莫林說：“嘿，你是個聰明人。”所以阿莫林是帶着要推動變革的明確授權上任的，但這種變革必須需要在轉會市場上有所動作。但是阿莫林察覺到來自高層的態度卻存在某種不確定性。阿莫林的這種心態可以追溯到他當初被任命的過程。他和拉特克里夫爵士曾經進行過一次長時間的1對1的面談。阿莫林或許是感覺到自己是拉爵爺親自拍板的人選，因此在曼聯的管理架構中理應擁有更大的操作空間，更大的自主權。但說到這裡啊，老 K 也覺得阿莫林你自己拿出來的戰績那麼差，你難道自己心裡對此沒有一點的預期嗎？不可能戰績這麼差啊，史上最差的戰績你還能夠獲得更大的自主權，對吧？我估計拉爵爺一開始的想法是一步一步的，成績和給你的信任相輔相成，就像現在阿森納的阿爾特塔一樣。好，咱們繼續說啊。所以當阿莫林对阵利兹联队又選擇了自己的3-4-2-1體系，而且鋒線上只安排2名攻擊手的時候，這時候熟悉內情的人已經知道，阿莫林像是在明確表態，如果這一場真的會成為自己最後一場比賽，他也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告別。這種按照自己的方式既體現在球場上，也體現在當時賽後的新聞發布廳裡。在那裡，他猛烈發聲說自己是一位 manager， 儘管呀，他在曼聯俱樂部的正式頭銜一直只是主教練。阿莫林在新聞發布會上提到了體育總監，也提到了球探部門，表示每個人都應該把自己的工作做好。所以這對象直接指向了維爾考克斯，同樣也很大程度上將話指向了曼聯的引援總監維维爾。要知道，阿莫林和維维爾之間在引援的問題上一直就存在摩擦，尤其是在谢什科还有拉门斯的簽約問題上，同時也涉及戰術理念的分歧。維维爾曾經在曼聯內部提到，曼聯需要更強的戰術的多樣性。而在本賽季早些時候，他還特別引用了富勒姆主帥席爾瓦的評價。席爾瓦就評價阿莫林的曼聯說，那很容易對付，因為戰術太簡單了。所以到了周日，阿莫林進一步的劃清界限，他暗示俱樂部內部有人可能无法承受前曼聯隊長加里內維爾的批評。外界認為這番話可能指的是拉爵爺，拉爵爺可能會收聽內維爾的播客節目，而內維爾在自己的節目中就質疑過阿莫林的戰術安排。但如此堂而皇之的表態還是讓曼聯內部覺得很意外，因為阿莫林情緒確實太激烈。在那一次阿莫林情緒激烈的發言，阿莫林最後說道，接下來的18個月都會是這樣，或者直到董事會決定做出改變。我不會辭職的，我會繼續做好我的工作，直到另一個人來到這裡取代我。如果說阿莫林在周五賽前的言行已經讓自己的處境非常艱難，並且促使小股東和大股東要展開討論，結果呀，在48小時後，賽後他的那番表態，則無異於明確發出了請你們進行改變吧，請你們把我換了吧，發出了這種信號。於是最終的決定由貝拉達和維爾考克斯做出，並得到了曼聯股東們的支持。在周一上午，他們在卡灵頓基地將這個決定正式告知了40歲的主帥阿莫林。隨後 CEO 貝拉達和維爾考克斯召集球員開會，維爾考克斯對在場的球員表示，過去2天發生的事情讓他深感震驚。他堅持認為曼聯已經盡可能滿足了阿莫林的要求，但阿莫林卻明確表達了想要離開的態度。維爾考克斯說，我們無法理解過去的48小時究竟發生了什麼，阿莫林變了，所以曼聯也必須採取行動。維爾考克斯還明確地告知球員，有部分的球員跟他溝通後，讓他感覺到球隊在某些方面已經與阿莫林不在同一個頻道。同時他就宣布接下來2場比賽將由弗萊徹臨時執教，分別是周3客場對陣伯恩利的比賽，以及周日在主場迎戰布萊頓的足總杯比賽。在此之後，弗萊徹與 U21 的主教練比尼昂就一同帶領曼聯完成訓練，現場氣氛被形容為是非常好。而稍晚一些時候，有人看到阿莫林在柴郡的家裡面和妻子一起在雪中散步，神情也是輕鬆愉快，甚至還主動與攝影的記者握手致意。那麼根據合同條款，曼聯需要全額支付阿莫林的解約費用，他本人以及6名教練組成員合計1000萬英鎊。本來曾有猜測，大家預計阿莫林執教已經滿1年，這個賠償金額是不是會下降？
但由於當初曼聯是希望他提前離開葡萄牙體育，阿莫林是不願意的，因此阿莫林當時在談判中給自己爭取到了一份非常有利的合同。而合同中曼聯管理層也明確寫明，如果球隊以一個較低的英超排名結束賽季後，曼聯扣動扳機，那麼賠償金本應下降。這個條款要求曼聯必須要位於聯賽積分榜的下半區中段，且只有在完整的賽季結束後才能生效。所以現在賽季並沒有結束，所以這個條款不能生效，阿莫林就能得到完整的賠償金。好，接下來曼聯在新任主帥的人選上保持得非常耐心，可能會等到今年夏天再做最後的決定。到時候3位明星主教練的合同即將到期，一個是水晶宮主帥格拉斯纳，另一個是伯恩茅斯主帥伊勞拉，還有富勒姆主帥馬爾科席爾瓦。現在看來弗萊徹將獲得機會展示自己的執教能力，但曼聯也沒有排除可能會任命一位任期更長的臨時主帥。最重要的就是索爾斯克亞。有意思的是，早在幾個月前的9月份，當時弗萊徹的名字就被提及，當時可能就會作為曼聯的臨時主帥，因為當時曼聯客場1-3負於布倫特福德。於是在討論應急方案的時候，弗萊徹的名字就被提出來。不過最後俱樂部當時選擇力挺阿莫林，尤其是在當時老特拉福德舉行了一次足球事務委員會的會議，該會議弗格森爵士和大衛吉爾還出席了。在那一次老特拉福德的會議上，大衛吉爾就表達了不同意見，他當面質疑阿莫林將多名核心球員劃入所謂炸彈小分队這樣做是否合理，並且指出邊緣化拉什福德、邊緣化加納喬、桑喬還有安東尼已經在經濟層面給曼聯俱樂部造成了不小的損失。对这道理很簡單，全世界都知道你曼聯必須處理這幾個人，那肯定就賣不出好價錢了嘛。好，在會議上 CEO 貝拉達還有總監維爾考克斯和阿莫林一起向董事會強調了一些當時比較積極的底層指標，包括預期進球 XG， 主要將 XG 作為曼聯正在取得進展的依據。他們當時提到，這種以數據為導向的分析方法曾經在曼城的崛起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並且還舉例說，曼聯的工作人員曾經向庫尼亞展示過，有一次在對陣布倫特福德比賽中，庫尼亞嘗試的一腳禁區外的射門，其實 XG 值並不高，當時 B 費處於空當位置，傳給那邊決策會更好。好，在會議上，小股東拉特克里夫希望曼聯在決策中要更加多的擁抱數據分析，並且與俱樂部的數據科學總監邁克爾·桑索尼要保持定期溝通。不過拉爵爺這麼說這種說話的方式就讓有些人不開心了。曼聯內部就有人認為，加納喬在去年8月用4000萬英鎊就賣給了切爾西，在此之前他在曼聯隊內被對待的方式，至少讓曼聯少賺了約1500萬英鎊的轉會收益。而馬拉西亞最終沒有離隊，並被重新納入一線隊。但在此之前，按照阿莫林的要求，馬拉西亞曾經被下放到 U21 訓練，甚至在一次 U21 有比賽任務的時候，短暫還隨 U18 隊訓練。這些決定在當時都被視為曼聯俱樂部對阿莫林是非常支持的。某種程度上也意味着阿莫林被賦予了類似於 manager 的權利，而不僅僅是他職位定義中的主教練。阿莫林還出席了上賽季末的執行委員會會議，這個會議級別非常高，與會者包括拉特克里夫爵士，還有執行聯席主席董事喬爾以及阿夫拉姆格雷澤。與此同時，曼聯俱樂部也接受了阿莫林的意見，取消了一部原本計劃中的亞馬遜紀錄片。事實上，去年夏天曼聯對阿莫林是非常支持，甚至願意以約4000萬英鎊的價格出售梅努。可現在阿莫林下課，梅努反而成了直接受益者。過去這段時間，20歲的梅努認為自己在阿莫林麾下確實前景有限，一度希望將自己外租離隊，但現在預計他會繼續留在曼聯。而從去年夏天到現在，隨着時間的推移，阿莫林逐漸感覺到自身話語權被削弱。在引援層面，當曼聯在引進阿斯頓維拉的前鋒沃特金斯或者萊比錫的前鋒謝什科之間進行權衡的時候，阿莫林自己是更傾向於沃特金斯的。儘管他已經當時29歲，年紀更大，但是他在英超賽場證明過自己。不過最後曼聯選擇謝什科，這還不是最主要問題，更大的爭議來自於守門員的位置。阿莫林想要經驗豐富的守門員，明確指出應該買阿斯頓維拉的大馬丁內斯。不過曼聯在首席守門員球探托尼科頓的推薦下，選擇了23歲的拉門斯。拉門斯的轉會費和工資都要便宜許多。不過這件事的矛盾就很大，在曼聯內部有許多人是支持引進大馬丁的，尤其是他的阿根廷同胞利桑德羅·馬丁內斯最為積極。尼馬甚至親自向拉特克里夫爵士游說，希望俱樂部推動這筆簽約。可最終俱樂部仍然選擇買下拉門斯，這讓主教練阿莫林非常惱火。不過曼聯自己倒認為，最終簽下拉門斯體現了維爾考克斯和維爾採取的一種更偏向長期規劃的思路。
所以阿莫林仍然持續感受到自身權威被削弱。其中一個原因就在於格雷澤家族的態度。格雷澤家族早在8月就開始對曼聯的成績，尤其是阿莫林表達不滿。儘管外界普遍預計格雷澤家族已經不再直接主導俱樂部的運營，而是放手讓拉特克里夫爵士來做，但是作為大股東，格雷澤家族在理論上隨時可以介入決策，所以他們對現有管理架構以及相關負責人的履歷和經驗抱有疑問。那麼在這種背景下， CEO 貝拉達的壓力就非常大，畢竟他曾經堅定支持任命阿莫林，而當時曼聯體育總監阿什沃斯最初推薦的候選人全都是擁有豐富英超執教經驗的教練。而威爾考克斯這位總監起初也對選擇阿莫林如此執着於3中衛體系心存保留，但最終威爾考克斯情商很高，馬屁精嘛，向 CEO 贝拉达妥協了。可阿什沃斯也許不太願意妥協，最終阿什沃斯被踢出局。那麼現在從股東的層面來看從賬面上看，近期這一系列關鍵的決策效果都不理想。先是選擇留任前任主帥滕哈格，隨後又先後聘請並且解雇了阿什沃斯和阿莫林。阿莫林下課时候的勝率僅僅是 38.1%， 這是英超時代所有曼聯主帥當中最差的記錄。那麼僅僅這3件事帶來的高昂成本，與曼聯俱樂部對普通員工採取的大規模裁員的現實形成了非常刺眼的對照和對比。另一方面，雖然阿莫林對球迷們、對普通的員工們都表現得很友好，也很慷慨，但仍然有一些球員希望阿莫林能加強溝通。在去年12月，在曼聯对陣水晶宮和西汉姆联的比賽期間，阿莫林和利馬在訓練中發生了衝突。利馬認為自己已經準備好能打首發，但阿莫林忽視了他，因此利馬以一種非常激烈的方式表達了自己的觀點。而在对陣水晶宮和西漢姆聯的比賽中，利馬替補出場，直到節礼日對紐卡的比賽才進入首發名單。他也被任命為隊長，並在阿莫林最後2場比賽中繼續佩戴隊長的袖標。這也顯示出其實阿莫林對利馬是很欣賞的。好的，還有內部的人士說呀，如果阿莫林的助理教練能有更大的影響力，那會非常好。但是他从葡萄牙体育带来的团队被認為都只是阿莫林的馬屁精，只會輔佐他的想法，也不會有新的建議去替代或者挑戰阿莫林現有的戰術。比如說，弗萊徹曾經在2024年5月在曼聯0-4輸給水晶宮後，游說當時的主教練滕哈格改變自己的戰術體系。隨後滕哈格選擇了4-2-4陣型，最終為曼聯贏得了足總杯。所以曼聯的內部人士說這種細微的差別本可以為曼聯贏得更多積分，尤其是在11月份主場輸給了10個人的埃弗頓。另一方面，阿莫林和青訓學院的關係也是爭議的焦點。他放棄了在4-1大勝狼隊的比賽中給謝伊萊西首次亮相的機會，而直到曼聯1-2落後維拉的時候才派上了他。而在對陣狼隊的比賽中，班迪托·曼塔托作為一名替補，在比賽快結束時候上場。而這個球員在對陣比爾巴鄂競技 U21 的比賽中的表現表明，他只是一名很稚嫩的17歲球員，所以這樣的安排也讓許多人感到困惑。當然了，這所有的決定都是主教練的特權。阿莫林可能會覺得任何對此的質疑都是不公正的，但一位資深員工表示，他不記得阿莫林在任期內曾經現場觀看過任何一場曼聯青訓的比賽，所以沒有看過比賽你卻這樣安排青訓的人員，就難免會跟青訓學院的工作人員產生矛盾嘛。好，還沒完還有關於阿莫林在聯賽杯對陣格林斯比的點球大戰期間留在教練席上那種做法也被提及。門將教練當時被忽視了，而助理教練克雷格·莫森在和門將奧納納討論點球的時候扮演了重要角色。但那場比賽最終是輸掉，那場比賽也因為阿莫林的戰術板，還有阿莫林賽後指責球員說話太大聲了，給人留下了這樣的印象。好，拋開這些不談曼聯現在表示，主教練確實是俱樂部的生態系統最關鍵的部分，所有的人都不能凌駕於他之上，可是協作的方式才是實現成功的途徑。下一任曼聯的正式主教練必須要遵循協作這一點。在9月份的時候，威爾考克斯就在這個主題上有過公開表態。他當時對曼聯前球員協會表示，我內心認為我是一名教練，這在我現在的角色中是一個優勢，但也給我帶來了一些問題，因为我總是想干涉主教練們正在做的事情。那麼到最後，老特拉福德處於動盪之中，但本賽季還是有希望的。曼聯目前排名第6，距離歐冠的資格區僅差3分，這也是俱樂部現在採取行動的另一個原因。過去的阿莫林讓他們覺得無法實現轉機，他們希望一些變化能夠保住希望。好吧，在曼聯看來，阿莫林本人對足球的變化莫測，太敏感。在曼聯擊敗布萊頓，連續贏得3場比賽，包括在安菲爾德的勝利以後，阿莫林回復了一條祝賀消息。阿莫林寫道，你看到維托爾·佩雷拉的情況了嗎？
2個月前他還是神，所以你永遠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維托爾·佩雷拉就是2025年11月被狼隊解職的主教練。好，曼聯這邊有最新的消息啊，下周的曼徹斯特德比之前，曼聯將任命一位臨時主教練。本周六，索爾斯克亞將和曼聯面談，而卡里克已經和 CEO 貝拉達和足球總監威爾考克斯會過面了。現在看來，臨時主帥就是2選1。而另外，羅馬諾那邊也發來消息，所以馬雷斯卡立即會接手曼聯帥位的消息是不實的。目前關於馬雷斯卡的消息是，曼城方面對馬雷斯卡的興趣是着眼於未來，前提就是當瓜迪奧拉決定離開的時候，馬雷斯卡仍然是一名可供選擇的主教練。但目前瓜迪奧拉還沒有做出任何決定，而曼聯方面情況更不同，曼聯考慮的是夏天甚至更長期的計劃，而不是現在就立刻換帥。所以曼聯會慢慢的推進流程，嘗試尋找從2026到27賽季開始的最佳的主教練人選。而關於這件事，前英超知名的主帥阿勒戴斯倒是建議曼聯應該任命安切洛蒂當新主帥。他說只有一位人選適合這個職位，那就是巴西國家隊的主帥安切洛蒂。阿勒戴斯說，我覺得安切洛蒂會抓住機會來曼聯的，我想他喜歡英格蘭這個國家。好，另一方面，一些足壇的名宿也對曼聯提出了激烈的批評。阿蘭·希勒表示，曼聯高层接手後的每一個決定都搞砸了，簡直就是一個大笑話。希勒呀，并不認為曼聯的困境應該完全歸咎於主教練阿莫林。希勒列舉了英力士集團和拉爵爺自從進入曼聯俱樂部以來犯的錯誤。希勒說，負責運營曼聯這家俱樂部的人必須承擔相應的責任，他們把事情搞得一團糟。我們已經見過這種情況了，而且這不是我們第一次這麼說。看看他們試圖扭轉的每一個局面，以及所做的每一個決定，簡直就是一個笑話。無論是給滕哈格一份新合同，還是解雇滕哈格，而且向紐卡斯爾聯隊支付阿什沃斯的補償金，最後又讓阿什沃斯帶薪休假，緊接着又解雇了阿什沃斯，並支付了他的賠償金，然後去簽下阿莫林，卻為了阿莫林和他的團隊支付了大筆資金，結果14個月後又解雇了阿莫林。這樣的清單還可以繼續列下去，無論是關於員工還是其他的決策，拉特克里夫、維爾考克斯、貝拉達這些老闆們，他們也必須為自己的錯誤負責，因為他們自從接手以來，每一個決定都搞砸了。這些決策看起來像是沒人知道自己在做什麼。考慮到我們談論的是一家像曼聯這樣規模的俱樂部，這令人感到恐懼。那麼最近這幾年，曼聯解雇主帥的花費 Top 5榜排名第一，解雇穆里尼奧花了2300萬歐元；第二，阿莫林1200萬；第三，滕哈格1200萬；第四，索爾斯克亞1100萬；第五，范加爾1000萬。不過今天關於曼聯也終於有好消息傳來。今天有報道，巴薩那邊計劃用3000萬歐元買斷拉什福德。目前冬窗巴薩方面預計不會有球員離隊，唯一有可能離開的是貝爾納爾。如果能夠租借離隊，貝爾納爾可以獲得更多上場時間繼續鍛鍊，也有幾支球隊對他感興趣。但租借的交易可能會在月底的轉會市場關閉前進行。像去年夏天法布雷加斯執教的科莫隊就對他表示過興趣。另外，巴薩計劃激活拉什福德的買斷選項，向曼聯支付3000萬歐元。還有克里斯滕森，巴薩也準備要續約1個賽季。他原定的合同將於今年6月30日到期。雖然他因傷缺席了本賽季大部分比賽，但是他深受教練組的器重。俱樂部如果續約克里斯滕森，也將極大的鼓舞士氣。巴薩這邊還有好消息，在11月，亞馬爾當選了西甲月度最佳球員，12月又再度獲得這個榮譽。確實，在12月的比賽中，亞馬爾多次扮演關鍵角色，幫助巴塞羅那在2025年最後1個月的4場比賽中全部獲勝。12月，亞馬爾打入2個進球，而且都是客場進球。除此之外，他在比賽中的影響力非常突出，多次完成高質量的技術動作，场上的表現給球迷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現在巴薩這塊，老隊長門將特爾施特根，他對轉會赫羅納持開放態度，但是特爾施特根不願意放棄任何應得的金額，也不願意接受本賽季的降薪，所以赫羅納肯定不能滿足他的財務要求。巴塞羅那呀，想把他送走，估計得出點血了。而另一方面，巴塞羅那已經基本放棄引進桑托斯隊的左後衛索薩。主要是英超熱刺隊的行動太迅速，所以總監德科也就失去了操作空間。現在索薩轉會托特納姆熱刺僅僅一步之遙，球員已經和熱刺隊達成了個人協議，整個轉會操作可能在未來的幾個小時就會敲定。桑托斯隊是因為自己財政壓力太大，所以主動將球員推向市场，正在等待熱刺提交第2份正式報價。那麼熱刺隊有可能會為這名19歲的左後衛支付1500萬歐元。索薩是巴西各級青年國家隊常客，
而且在2026年世界杯周期後有望進入巴西成年國家隊。那麼周日巴塞羅那对阵皇家馬德里的西班牙超级杯國家德比又將打響。過去的9次交鋒，皇馬5勝4負，略占一些優勢。但是皇馬在4連勝後曾經遭遇4連敗。不過本賽季首回合西甲的交鋒，皇馬是2比1取勝。這場球老 K 的觀點不敗，巴塞羅那取勝的希望更大，預測巴薩拿到超級杯。現在皇馬方面最關鍵的問題是姆巴佩能不能上。皇馬倒是認為姆巴佩可以出戰，但姆巴佩自己不想冒任何不理性的風險。周六的時候，姆巴佩可能會參加皇馬的訓練，並且接受最後一次測試。球員本人現在表示，首先以身體反應為先，謹慎評估出場的可能性。自從12月初左膝蓋受傷以來，姆巴佩就一直在恢復階段。12月31日，2025年最後一天，皇馬在核磁共振檢查後確認姆巴佩遭遇膝蓋扭傷，原本預計將缺陣3周。但是由於阿隆索的帥位告急呀，皇馬現在確實失敗太多，太想拿一次超級杯的冠軍。於是原本缺陣3周的計劃，現在僅僅11天以後，姆巴佩就接近復出。那麼前天半決賽皇馬2比1擊敗馬德里競技以後，主帥阿隆索就很樂觀地表示，姆巴佩恢復得很好，已經參加了訓練，感覺不錯。他和所有入選球員一樣，都具備出場的可能性。現在為了爭取復出，姆巴佩已經明顯加快了恢復的節奏。他在皇馬訓練基地每天都接受治療，並在體能教練和理療師的陪同下進行專項訓練。先在室內恢復，然後逐步加入跑動和觸球內容，評估左膝的疼痛是否可控。在反饋積極的情況下，皇馬教練組在周4訓練後決定讓姆巴佩隨隊出征。周5上午完成了在馬德里最後一堂訓練課，然後姆巴佩於當天下午啟程前往基達和皇馬全隊會合。皇馬將在當地23點到24點之間共進晚餐。而且皇馬內部人士說，姆巴佩此行並非只是評估傷情，而是真的具備現實的出場可能性。俱樂部甚至認為，只要賽前訓練的測試結果理想，他甚至可能首發出戰決賽。這主要還是教練阿隆索現在承受的執教壓力太大了。另一方面，球員本人當然不願意承擔不理性的風險，如果膝蓋導致重傷，那世界杯也打不了了。不過姆總畢竟是姆总，仍然保持着強烈動力。在此背景下，他可能會適當加大投入，甚至考慮接受局部的治療。而這一場超級杯打完之後，姆巴佩將大概率缺陣接下來的比賽，相當於是為了決賽搏一搏啦。現在皇馬方面最重要的目標之一就是關於維尼修斯的續約。今天最新的消息，老佛爺倒是希望能夠把他留下和他續約，而且誠意很足。老佛爺就是皇馬內部推動續約他的人之一。現在維尼的合同到2027年，真正需要做決定的就是球員本人。他必須搞清楚自己在哈維·阿隆索執教下，以及在皇馬的未來計劃中到底是什麼角色。最終是否續約，還是要由維尼修斯來決定。不過老佛爺可不是普通的主席，他是一位非常傳奇而且極具影響力的人物。像老佛爺非常希望維尼修斯留下，他的願望也會起到很大的作用。不過咱們客觀講啊，這1年半的時間，維尼修斯和姆巴佩的合作其實就是1+1小於2。但是老佛爺一方面必須要姆巴佩的商業價值，另一方面又不敢死抱姆巴佩這一張牌。換做任何人要考量商業和成績的平衡，單靠姆巴佩是不可能有成績的。所以維尼修斯繼續留下也是競技方面保底的存在。但關鍵的問題就是主教練如何能夠讓他們共存。另外，皇馬現在核心問題始終是中場，克羅斯和莫德里奇離開的影響太大。現在的局面有點回到了银河戰艦1期，既想要商業的最大化，又想要成績，但極大不可能同時滿足。好，關於前2天半決賽西蒙尼和維尼修斯之間的事兒，今天馬競官方發文表示有些人在分析事件的反應上耗費大量時間，卻選擇無視挑釁的起因，這不過是一貫的老套路罷了。馬競的官方公告含沙射影，就這麼一點兒。不過背後的意思呢，老 K 倒是知道，因為有傳言說當時馬競替補席上有一些球員聲稱要判罰點球，而就站在他們旁邊的維尼修斯就嘲笑馬競替補席。不過事情已經過去了，就像西蒙尼說的，球場上的事兒就留在球場上。老 K 倒是很喜歡這樣的情節，沒有這些東西叫什麼德比？這才叫馬德里德比嘛。好，維尼修斯最近在社交媒體上給自己的好兄弟羅德里戈慶祝生日，還發布了2人的合照。在合照裡面，羅德里戈背對鏡頭，球衣上的羅德里戈11號的號碼清晰可見。照片旁邊，維尼修斯配文道：“生日快樂，我的兄弟，願你一切順利。”過去巴西雙子星在皇馬的日子都不好過，羅德里戈一度經歷狀態起伏，出場時間也被大幅減少。
由於進球荒，還遭遇外界不少質疑。但羅德里戈通過自己不懈的努力，現在強勢回歸，近6場比賽3個進球3個助攻，重新又證明了自己的價值。那麼看完馬德里德比，下一步就是国家德比。足球的世界真的精彩，故事真的豐富啊！今天轉會市場方面，曼城已經官宣拿下塞門約，他將可以立即代表曼城出戰，並且有資格參加下周2客場對陣紐卡斯爾聯隊的聯賽杯半決賽首回合比賽。可惜還是來晚了呀，或者說曼城再頂一頂。如果現在只差阿森納2分，那該多好！好，阿森納方面，薩卡也已經續約5年，新的合同會到2031年夏天。薩卡的原合同是27年到期，這一次續約鎖定這位24歲的英格蘭超級邊鋒，對阿爾特塔來說是一個巨大的鼓舞。要知道，如果薩卡不續約，被推進轉會市場，他會受到世界最頂級俱樂部的追捧。過去他為阿森納總計出場了250次，取得77個進球，78次助攻，而且也是英格蘭隊的主力球員，獲得了英格蘭队48次出场机会。那麼最近幾個月，阿森納逐步續約了薩里巴、加布里埃爾、恩瓦內利、斯凱利，現在薩卡成為最新一位即將續約的阿森納球員。好，今天還有消息，巴塞羅那正在密切關注熱刺的後衛范德芬。過去巴薩已經先後接觸過多特蒙德的施洛特貝克、國際米蘭的巴斯托尼，還有水晶宮的格伊，而熱刺後衛范德芬已經下定決心，今夏必須離隊。那麼如果身披巴薩的戰袍，將是他首要選擇。對巴薩來說，簽下他屬於戰略性的引援，巴薩也堅信自己有足夠的資金可以推進這筆重磅交易。但現在所有的豪門都缺中後衛，尤其是左腳中後衛。目前范德芬的身價估值大約是6500萬歐元，但熱刺队向來以談判難度很大著稱。不過來自英格蘭的消息顯示，范德芬的離隊決心非常堅定，希望能在今年6月就終止和熱刺的合同。而熱刺方面如果決定出售他，也更傾向於將他賣到非英超聯賽的俱樂部。這件事情加盟的可能性正在持續的飆升。好，中後衛方面，國際米蘭正在考慮以租借外加買斷權的方式向曼城求购荷蘭中後卫阿克。本赛季阿克在曼城只有3次联赛首發，而國際米蘭去年夏天引进阿坎吉取得成功，再次讓他們將補強防線的目光投向了曼城。不過有一點，曼城目前防線上遇到了巨大的傷病情況，所以如果想在冬窗引进阿克并不容易。现在阿克的现有合同将2027年到期，30岁的他在德转的身價是1800萬歐元。在塞門約加盟曼城以後，過去12個月，曼城的轉會支出超過了4.25億英鎊，所以曼城的老闆是戴頭巾的老闆，確實是豪富啊。瓜迪奧拉在這裡有最高的轉會支出，而且能夠持續獲得高層的引援支持，這也算是有多大的能力就能掌握支配多大的資源。瓜迪奧拉的能力無疑是最強的，冠軍也是最多的，所以也值得曼城高層無比信任，提供大量的引援資金。就看引進門將錢多納努馬這個案例就最典型了。好，數據方面，瓜迪奧拉在曼城的轉會支出已經超過了20億歐元，同期排名第2多的是馬競主帥西蒙尼，12.2億歐元，哈哈，這個差距就不是一般的大。不過咱們如果看另一個榜單，看從2016年開始的淨投入，高居榜首的是曼聯呀，因為滕哈格花的冤枉錢太多了。緊隨其後的排名是切爾西、阿森納、曼城、熱刺、西漢姆聯。這也沒辦法，像曼聯這樣的豪門，有時候會把很有實力的球員很低價就放走。對了，多說一句啊，如果比淨投入馬德里競技的西蒙尼得墊底，甚至輸給中超球隊山東魯能。好，曼城轉會的故事還沒有結束，現在他們很有信心能夠和水晶宮就格伊達成協議。水晶宮方面本來想留下格伊，但如果在1月份能夠收到一份不錯的報價，既能獲得利潤，也能獲得轉會費，而且球員格伊的合同即將到期，那麼對水晶宮來說，這會是一個明智的選擇。但真正需要做決定的還是格伊球員本人。現在格伊正和自己的家人和經紀人一起慎重考慮所有的選項，因為阿森納方面也一直在聯繫。阿森納希望在夏天能達成交易。阿爾特塔非常欣賞格伊，這也是阿森納感興趣的原因。阿爾特塔是真的認為格伊是一名頂級球員。不過阿森納在後衛位置上已經有許多球員，這也是需要考慮的一點。哎呀，插播一條 C 羅的新聞，在昨天的沙特超級聯賽第14輪，里亞德勝利主場1-2卻不敵庫迪西亞隊，尤其是第51分鐘，勝利的門將阿奇迪在本方半場解圍時玩火，開球的時候將球直接擊中對方前鋒的面部，於是庫迪西亞隊的前鋒基尼奧內斯直接笑納大禮，輕鬆破門。C 羅在面對隊友如此離譜的失誤後，在場上也只能露出無奈的苦笑。
當時利雅得勝利的門將阿奇迪在時間非常完全很寬裕的情況下，而且身邊沒有人貼身逼搶，他在後場嘗試大腳解圍，結果將球直接踢到了前鋒臉上，後者就輕鬆把球斷下來，長驅直入打入一球。本來賽前利雅得勝利距離新月隊僅僅1分之差，在稍早的比賽中新月全取3分，所以勝利隊本場必須取勝。可是這種節骨眼，隊友卻如此低級失誤。隨後不久，利雅得勝利隊的後防再次失誤，庫蒂西亞隊又抓住機會完成搶斷，最終又打入了第2個球。那麼1比2失利以後 ，C 羅的球隊距離榜首的利雅得新月积分差距來到了4分。不過事業失利，情場得意。最近關於 C 羅和喬治娜的婚禮的事鬧得沸沸揚揚。C 羅用了4年時間，耗資約3000萬英鎊，在葡萄牙打造了一座別墅，這裡會被用來作為他和未婚妻喬治娜的婚禮舉辦地。但是在辦完婚禮之後 ，C 羅可能會將它出售。這座別墅當初是被 C 羅視為自己最夢想的退役居所。2022年9月，他購入了這塊大面積的土地，原本計劃在退役後和家人長期居住在這裡。目前擁有8間臥室的豪宅已經完工了，裡面什麼都有，無邊際泳池、地下停車場、私人影院等等。可現在 C 羅準備在這裡辦完婚禮就出售，這也讓人很出人意料。許多人覺得呀，可能是這裡不能提供 C 羅隱私的需求。C 羅曾經嘗試購買周圍的地塊，包括一家5星級酒店名下的土地，還有旁邊的高爾夫球場，但是這些請求均被拒絕，所以就促使 C 羅必須重新考慮這個項目。現在有消息說，可能會在2026年世界杯結束以後 ，C 羅會在風沙爾大教堂完婚，婚宴會安排在附近一家豪華酒店。老 K 估計啊，因為周邊的土地不肯賣給 C 羅，所以就因為隱私性和安全性報銷了，還是很可惜的。但是为了考慮到未來孩子們的成長 ，C 羅的人生已經是超級贏家，已經是太完美了。他的影響力早就不僅僅是在足球領域，在最近英雄聯盟 LCK 的季前賽，在中路隊和下路隊的比賽中，中路隊笑到了最後。比賽結束後，使用沙皇的 DRX 中單 UKL 興奮異常，直接做出了 C 羅招牌的慶祝動作。這樣的動作也讓其他人紛紛豎起大拇指點讚。這一局 UKL 操刀沙皇是打出了1比4比9的戰績，而且 Faker 在表現中同樣不俗，使用塞恩多次 TP 抓人，帶出了節奏。最近意大利的報紙也跑出來湊熱鬧，說曼聯選帥也曾經詢問過小因扎吉，而且願意開出1500萬英鎊的合同。但小因扎吉不願意離開，因為他在新月隊2年可以獲得5000萬歐元。據說曼聯的代表們還曾經接觸過齊達內，但齊達內已經承諾將在下屆世界杯後執教法國隊，所以拒絕了曼聯。哈哈，人家小西蒙尼在沙特工資高，待遇又好，還不擔心名譽受損。雖然老 K 也希望他能來曼聯，但是人家憑什麼來呀？今天還有個大消息啊！哎，家家都有難念的經。過去貝克漢姆夫婦對兒子布魯克林那麼好，但現在長子布魯克林卻向小貝夫婦發出了公函，發出了法律通知，警告他倆現在只能通過律師和自己聯繫。這真是瘋了！就在母親維多利亞點讚了布魯克林分享的一段烤雞視頻以後，布魯克林便將父母屏蔽了，原因是說父母們違反了法律協議。隨後他還致信父親母親，表示父母只能通過律師和自己聯繫。貝克漢姆20歲的小兒子克魯茲也發帖說，我的父母醒來發現自己就被拉黑了，我也被拉黑了。這件事怎麼回事呢？是因為布魯克林和自己的妻子尼可拉在過去幾周很沮喪，他們認為自己提出的私下和解的請求被忽視了。不過布魯克林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還有其他的親屬並沒有被屏蔽，這些親屬還經常在他的帖子下評論，對此布魯克林很高興。所以布魯克林屏蔽自己的父母不是在耍脾氣。事實上，在去年夏天，布魯克林給父母們發了一封信，要求所有信件只能通過律師來傳遞，並希望私下而不是公開的嘗試彌補過錯。布魯克林覺得自己的父母一直無視自己的意願，不斷在網上提起他，而不是私下和他溝通。至於大衛·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他們只想讓自己的長子知道，大門永遠為他敞開，父母仍然關心他。但這封信出現以後，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就沒有任何實際的途徑可以跟兒子取得聯繫，他們該怎麼辦呢？所以貝克漢姆夫婦肯定是非常沮喪，非常困惑。他們本來沒有任何惡意，只有關心。但很顯然，如果想和解，就必須在遠離窺探的目光之外私下進行。不過現在呀，布魯克林這是通過律師提出的要求，還不是直接的法律威脅。但是這也是史無前例的舉動啊，已經表明事態已經惡化到何種程度。
在11月的時候，貝克漢姆夫婦還邀請自己的長子布魯克林參加貝克漢姆被授予爵士頭銜的慶祝活動，也向他的妻子尼可拉發出了邀請，請他共進晚餐。但是布魯克林卻認為這是自己的父母精神操控的又一個例子，邀請他參加一個公關活動。所以過去的6個月，布魯克林只是和自己的爺爺奶奶、外公外婆保持直接的聯繫，也給他們打過電話。布魯克林非常喜歡他們，也知道這件事給大家都帶來了多大的痛苦。布魯克林正在應對這場令人心碎的家庭紛爭，但好在尼可拉妻子是他最堅實的依靠。這段貝克漢姆夫婦和自己長子的恩怨呀，非常奇怪，但是可以追溯到2022年。矛盾開始於布魯克林的弟弟羅密歐和布魯克林的前女友在交往，但是貝克漢姆一家將責任完全歸咎於布魯克林的新女友尼可拉，指責他難以相處，還否認布魯克林的前女友和布魯克林之間有過戀愛關係。這種批評讓尼可拉感到很受傷。他的父親尼爾森是一位身價超過30億英鎊的富商。尼可拉認為與未來公婆的關係在2022年婚禮前的幾個月內就變得難以維持。他在接受雜誌採訪時證實，維多利亞取消了為他設計禮服的提議，因此他穿了一件定制的華倫天奴禮服。而維多利亞也因為被指控在布魯克林的婚禮當天搶風頭而感到心碎。因為貝克漢姆一家邀請的歌手馬克·安東尼稱，維多利亞是房間裡最美麗的女人。據說當天布魯克林和自己的新婚妻子就哭了。自那以後，布魯克林和尼古拉和貝克漢姆和維多利亞兩家人的關係再也沒有恢復到從前。哎，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當年貝林厄姆抱着布魯克林是足壇最帥氣、最溫情的鏡頭之一。可是由於過多的關心、過多的幫助自己的兒子，竟然引發這種事兒，真的是咱們華人無法理解的。好的，朋友們，感謝大家的收看。提醒您，如果喜歡的話，請點讚、分享、評論。咱們周6晚上北京時間7點，老 K 將進行第1場直播，歡迎您光臨捧場。